最近又看到网上有人炒作戴旭的观点，中美一旦发生战争，美国有实力将中国的沿海城市打得稀巴烂，同样中国也能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统统摧毁。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，大不了往西移重建家园，而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就保不住了。戴旭的这个观点已经被很多人炒作了很多年，被视为戴旭鹰派硬气的观点。不过我一直认为戴旭说的不对，中国不应该这样打，更不应该西迁避美国，而应该东进灭日本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请关注本频道，没有大家支持很难坚持做下去。首先，戴旭的说法在战略上并非上策，不符合我军的战略思想。我军的战略思想一向强调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击破敌人，生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。美军万里奔袭，我军以逸待劳，美军独立肯定打不赢中国，必须靠纠集喽啰围攻中国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。美军在我国周边的基地分得很散，我们要把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力量统统摧毁，那我们的力量也会被分得很散，就不能形成一个拳头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击破敌人。事实上，美国之所以耀武扬威，一个主要原因是依赖美日韩军事同盟。事实上，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也正是美日韩军事同盟，尤其是美日军事同盟，因为韩国我们可以先对其去军事化，然后交给朝鲜去解决。我们不需要把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力量统统摧毁，只需要集中力量把日本摧毁就够了。如果我们只需要集中力量摧毁日本，我们是否胜算大得多呢？其次，我们必须摧毁日本，才能弥补沿海城市被打得稀巴烂的损失。如果美国将中国的沿海城市打得稀巴烂，而中国仅仅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统统摧毁，中国是吃大亏的。戴旭说，中国大不了往西移重建家园，而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就保不住了。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，中国西移重建家园的成本远远大于美国在亚太重建基地的成本。等中国重建家园，美国早已重建霸权了。因此，如果美国将中国的沿海城市打得稀巴烂，我们就把日本打得稀巴烂，然后把我们的军队进驻日本，把中国的防线直接向前推移到太平洋中央，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。我们可以和美国保持100年战争状态，就好像美国与朝鲜保持战争状态几十年，至今仍然保持战争状态。只要和美国一直保持战争状态，我们就可以一直保持驻军日本。第三，摧毁日本的正当理由。一，日本曾经侵略中国，造成巨大的人员财产伤害，但却一直不认罪不赔偿。如果日本因台湾问题与美国狼狈为奸，再度侵略中国，中国有权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二，美日军事同盟侵略中国，是共犯，对伤害中国负连带责任。中国有权把美国对中国的伤害让日本承担连带责任，让日本替美国偿还。因此，我们有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如果美日军事同盟摧毁中国20万平方公里，中国就有权摧毁日本40万平方公里。如果美日军事同盟伤害中国1000万人，中国就有权报复日本2000万人，让日本跪求美国立即停战。说实话，美国离中国有点远，找美国索赔有点难，但是找一衣带水的日本替美国还债就容易多了。第三，我们不需要打台湾，只需要打日本。我们地大物博，背靠俄罗斯和中亚，临近西亚，我们不愁粮食能源断供，想打多久就打多久，一直打到我们胜利为止。而日本地形狭长，缺乏纵深，资源贫乏，难以为继，很容易弹尽粮绝。而且日本孤悬海中，我们比较容易封杀日本与外界的联系，谁也救不了他。所以万一因为台湾问题中美开战，我们不需要打台湾，只需要打日本。我们只需要依法制台，必要时依法封锁管制台湾。如果美日军事同盟胆敢铤而走险，悍然武力侵犯我主权，我们集中力量打日本就行了。我之前反复说过，我们不需要打台湾，不需要打登陆战、打巷战，不需要手足相残打内战，我们只需要反侵略打美日军事同盟，特别是集中力量打日本。我们不要打2场战争，我们只要打1场战争。我们只需要做好彻底打败日本的准备，让日本明白中国必胜，日本必亡，美日军事同盟就会瓦解，
战争冒险的念头就会打消，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，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。